没有人成功的大胃王挑战，在时间内吃下90颗由日本老板做出来的团子，成功免单，失败900元。这让我挑战到。大家好，我是老豆。我们现在来到台中这里了啦。然后我们所在位置是在裕杰日式饭团和果子啊。你各位啊，我们今天会来这边呢，我们首先感谢观众向我们分享资讯啊。然后如果你有什么资讯啊，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啦。裕杰他这家餐厅是由日本人来台湾开设的啦。可是他们所贩售的项目哦，是我们早期看那个忍者乱太郎，我们可以看到的饭团啊，还有丸子那些等等的料理耶。你看到不会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吗？可是他们现在是有推出了大胃王挑战，我们只要在30分钟内吃下它15份的团子，我们就成功获胜的啦。但是说它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难啊，但我们今天就是以开箱心态跟各位分享，如果我们就算失败了，我相信我们台湾还是有人会成功的啦，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一起去挑战吧 ，Go！あら。シャキッとしとかんならんや。大丈夫だ。これ？OK，各位，你们刚有看到他料理的画面吗？他们今天有准备了1、2、3、4、5、6，哇，6种的口味让我们挑战啊！而且说它每种口味啊都是有5只啊，可是你知道这样总共有多少颗的丸子吗？总共加起来90颗哎，啊娘喂！我觉得说我们今天以30分钟来看我们90颗的话是每20秒要吃1颗啊。这听起来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紧绷对吧？而且说它这个是用糯米啊跟豆腐去做出来的丸子啊，如果我们吃太快，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噎住啊，所以他们还有提供了这个茶水给我们啊。可是另外啊，我有自己做这种什么急救小卡啦，说我需要帮助跟我噎住的救我啦，就是因为它这个可能会很危险啊。这种大胃王挑战真的就是，如果你平常没有在吃的话，你就看我们来这边挑战。来拍给各位看就好了啦，因为这真的非常的危险，一个不小心啊，你可能就……那我们今天挑战的时间是30分钟啦，我们等等准备好啊，就请店家帮我们按铃开始挑战吧。挑战开始。好，那我们先吃这个好了，看起来比较白。哇，菠菜进进去。还问我，我会自己配音乐啊，不需要这个，可以帮我关掉吗？食べるだけかいな。然后后置这个。它的丸子很 Q 哎。然后这个阿嬷也很可爱啊，还有那种日本人的感觉啊，就像我之前看那个寿司拉面啊，它也会有放那种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寿司拉面？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我觉得炼乳口味可以点起来。反正我攻略就是啊，我们就一颗一颗的咬啊，这吃多了太危险了，但刚刚好。今天时间充裕情况下，就按自己步调走就好。我觉得炼乳好好吃哦。好，我们吃完15颗了，练过3分钟，可是这才是刚开始而已啊。刚开始，我觉得最难是后面。
哦，接下来是酱油口味的，咸甜咸甜这样交错，感觉还不错哎。那我们要留一点，搭配着其他的吃啊。它这是 Q 的，它跟我们过往在其他居酒屋所吃到的口味啊，还有口感是都不一样哦。我们平常居酒屋吃到，就觉得这只是单纯糯米做的啊。然后店家说他们今天这是有豆腐，有加豆腐进去啊，没有加任何的水。哦，换个口味好了，这酱油吃多了有点咸啊。总是觉得那个丸子永远吃不完的感觉啊。这是花生粉吗？黄豆粉哦，是黄豆粉。只是它里面加了一些砂糖粒啊，那我以为是花生粉呢。它现在有那个黄豆粉的香味哦。我需要验茶，配口茶。我有自己带的茶，我有带了点无糖茶来换个口味了。我现在开始感觉嘴巴已经快没有水分了。我是第一次这样吃那么多这种日式丸子，而且是由日本人做出来的。那我们算2盘了，接下来吃这一串，他们刚有介绍说是什么日文呢？日的话，他会说它是塔雷，然后这个话就是秀鱼，沙豆秀鱼。塔雷沙沙豆秀鱼。我觉得说这说出来啊，应该是老板快傻眼了。它这吃起来有一种东城味味路的感觉。我还蛮喜欢吃内罐的，我这一次都买半打回家吃哦，非常的淡。我们吃到这第3盘呢，我是觉得说它在变换味道是很有诚意的。所以说它的味道啊，就是我很喜欢吃的那个味道。这可能南部人会比较懂这个味道啊。味味路。好，我们吃掉3盘了。其实是好吃的啊。这看起来是欧麦哦，芝麻粉的。哎，各位，这吃起来稍微比较干一点呢，我们就可以配我们刚刚剩下来这个炼乳酱。加上炼乳好爽哦。
不行，要配口茶。我觉得我家店主整体感觉有种大升级的滋味啊！不行，还是要沾一下。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嘴巴挺干的。这时阵那配这导游诶，哦，对啊好。对，我现在才发现我们还有一盘大魔王，等一下就知道了。好，我们吃完4盘了，接下来就是大魔王了。我们还有4、5分钟啊，但我觉得一串3分钟应该差不多。太棒！它这红豆泥啊，它就像撒拉哈沙漠一样啊，我们就是那滴水滴进去的感觉，大概是这个样子。它很吸我们的口水啊，非常的吸哦。这不配口茶不行。我们沾一下味味露好了，把它沾湿啊。对，这招好很多，这整个口感很湿润的。我会觉得我们平常如果是单吃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我们已经是吃了大概25串了，所以我们现在嘴巴已经没有口水，才有那种说很吸水的感觉吧。我相信一般的时候吃，它不会这样子啊。我嘴巴好酸哦。我们这时候配口酱油的，食下嘴巴。就吃一串红豆了，哇！我们剩2串了，加油加油加油！营养师对不起啊。我们剩这串酱油的。不过吃到现在，我已经感觉快没味道了。お疲れ様です。哎，大家都过什么？我们是9分0秒，哎，成功了！哎，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耶！ OK 啊，各位，我们挑战已经结束了啦。还有，刚刚店家有跟我们说，我们是他们挑战以来啊第一位成功的挑战者啊。他们在之前呢、有几位来这边挑战的人员啊，可是目前都没有成功啊。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会成功也是蛮意外的、啊。而且说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啊，如果是失败的话，我们要付900元的报名费。可是如果成功的话，就这一桌、免单这样子啊。还有店家他有卖其他的料理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刚挑战完啊，肚子好像状态还不错吧？那我们再给他点一些料理吃一吃，跟各位分享好了啦。我们刚刚点的鲑鱼御饭团，还有说他现场的玉子烧啦，我是很期待他这个表现会是如何因为毕竟这是由日本的婆婆做出来的，它是御饭团，就是热热的我刚咬下那口啊，也许它外表啊就只是很普通的海苔包饭而已啊，可是它里面这鲑鱼啊，哇，它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蜡笔小新电影啊，他们都吃很咸的饭团，这样才可以怎么样的，他也把它弄得里面口味很重我会觉得说，也许平常你食量不大的人啊，你中午吃一颗哦，这样是刚刚好的这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上次在日本住的那一家饭店的早餐所吃到的饭团呢，也是一样这样子。还蛮咸哦。现在买试试看红姜风味的玉子烧。这风味跟我想象中的味道啊，感觉有10分大的落差我们平常吃真鲜吃到鱼子烧都是甜甜，然后冰冰的，对吧？可是它这吃起来有股很重的柴鱼风味，然后随之而来是一种淡淡的红姜味，而且它的红姜不是甜的，也是有点咸的红姜。这就是日本的风味吗？我们就用店家附的小菜配起来吧。它这个小菜吃起来十分的酸爽还有说它的萝卜，他们把它切得很薄一片这感觉刀工不错，会透光的萝卜。接下来是海苔的。这海苔吃起来，我觉得就比较有味道了它的海苔味啊，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那么一点重我们刚吃完那么多团子啊，吃这个刚刚好，换一下口味啊。OK 啊，各位，我们吃完所有东西，那等一下我们去外面做结尾吧。嗨，怎么了？要找叔叔啊？你要想到我们今天来到台中这里啊，也会遇到孩子而且是很可爱的N强告。不过 OK 啦，我们先来到外面的，那来说说我们今天吃御节日式饭团和果子的想法吧。你各位啊。我们今天一个人呢，我们的用餐费用是170元。以这个价格啊，你觉得我们这样体验感觉是如何呢？我们刚那个鲑鱼御饭团呢，也有60块钱然后它的玉子烧半份是55块，它一整条是100块啦。可是我们今天所吃到这些味道啊，这真的是我们在台湾平时不会去接触到的味道也许如果有去日本旅游的话，你就有机会去吃到了。可是我们今天是不用出国这边吃得到，其实这个价格是 OK 的啦。可是我们回归到今天挑战的部分如果你问我说我们要回来这边挑战的话，我 OK 吗？可是当然是有淡季的你先听我讲啦。我就觉得说他们今天这个团子真的是我在台湾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口感他们就只有用糯米跟豆腐所做出来的丸子，然后再拿去烤，这个体验是还蛮特别的。
我就说他今天这边的风味还有气氛呢、我们下次再回来用餐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是用挑战的方式来这边用餐的话，哇，那真的是大可不必了啦，好不好？那各位看到这边，你有什么推荐餐厅，欢迎告诉我，看这里啦。那下看哈，按赞、订阅、加分享，也会这样陪到我，才感谢支持我们哦。那我们下影片见啦，拜拜。